大家好，这一波比特币视频 25K 开始带朋友们一路买上来，我就怕自己的粉丝朋友你不敢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社群昨天比特币涨到3万，也是看到很多朋友一路加仓高倍做多比特币，50倍的也有，我们可以看一下100倍的也有，或者是60倍的也有，然后我自己也是有一笔100倍的或者今天来讨论一下比特币上涨目标会到哪一个位置，两张图表里面的知识，等下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争取200个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我记得当时在这个箱体崩盘的位置是有跟朋友们讲过，全网是多单爆仓的超过10亿美金。历史上有这种超过10亿美金的爆仓，有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底部。25K 建议朋友们买，或者是它整个 N 型走正以后，也是希望朋友们要继续买比特币。包括前2天这一根大涨，利润有继续扩大的情况下，也是希望朋友们你要买还可以，或者是你多单的仓位一定要给我抱住，这个高点肯定要过。那昨天已经过了，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2天在推特上面也是跟大家讲，昨天这个高点还没有过，所以 32K 我的观点不是问题，抱多单你要像抱美女，或者是抱多单你要像抱帅哥一样给我紧紧的抱住。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就在前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有跟大家聊过一个观点，就是当时这一个箱体破位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主力是利用华尔街日报 29K 跌下去，华尔街日报是报道 Space X 在卖比特币，所以后面来到 26K 附近的时候，也是希望朋友们你要做多，要继续追加买入比特币的多单。26K、25K 下方比特币洗盘结束，他又利用这个华尔街日报，美国24年6月前要降息，所以从这张图表里面很明显的观察出来，有时候从市场的一些消息配合技术形态，可以完全的理解，就是主力的语言，它在这个位置就很明显的告诉市场，我是要往上拉。而且最近也是有一些比特币现货 ETF 相对比较偏暖的消息，所以整个市场涨起来到现在已经快来到3万美金。我希望朋友们有听我建议，不管是在这个波段里面哪个位置买的，多单一定要抱住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我记得是在10多天之前吧，有跟大家讲过，这边有一个趋势，它是已经突破，有可能压回，你要继续给我开多 26K 附近，或者是这个大头肩底的形态，其实跟历史上比特币在20年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这边有一个头肩底的形态，也是讲了有大半年的时间，有可能压回来 25K， 我记得是在6个月之前，好像在这个区间就是在这个区间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计划，如果它真的有压回来 25K 的颈线，你一定要站在买方。所以这一次有压回来，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力我就怕它主力不压回来，已经是压回了都不知道多少次，足够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去买入。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大头肩底的形态 25K 的颈线突破，它从高点的位置 32K 跌回来，空间也是跌了20%左右，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的位置。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年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比特币这个疫情的头肩底的底部，它这条颈线突破以后，它从这个高点的位置压回来，这一条颈线虽然是有跌破，空间也是压回了接近20%附近，像这些位置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因为你要去观察前面的这些整理区的颈线区间，支撑是非常的强。所以后面它突破了这条颈线，跟这次的形态是非常的像它突破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短线的压回，也是非常重要的买点。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突破这个趋势线，它有重新再压回，就是主力继续挖坑，很重要的买点位置。那现在我的判断是，上涨的目标有可能会到哪一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这个位置突破以后，这边是涨了4到5倍我们可以从这一个1万附近拉到这个6万5的高位，它是涨了5倍，
所以我个人的预期，这一波突破，你不要去管短期是不是涨了10%。所以如果我们参考20年或者21年比特币那一波涨幅，涨个4倍，它会涨到哪一个位置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至少有没有可能去15万以上。这是一个中长线比特币上涨的目标，因为它在这个位置横有多长，我的观点，后面涨起来有可能就会一马平川，横有多长，树会有多高。整个中长线的目标尽量看10万以上的比特币。不过我们也要留意一下中线比特币一些上涨的位置，会不会有一些短线或者是中线转折的整理。我们首先观察一下，也是跟大家预计了有半年的时间，这个头肩底的形态，如果我们以它底部到这个颈线的位置，空间是接近1万美金哦，因为这条颈线的位置是在 25K， 那底部的位置是在 15K。 我一直是相信这个 32K 肯定不是最终的上涨目标位，因为按理论像这种重要的非常大型的头肩底突破，在上方一个目标，我们从 25K 再加1万美金，差不多在 35K 附近有可能会有一个压力位。当然这一条线画的不是很标准啊，有可能在 39K 附近，我们也要留意一下中线会不会有一个压力区。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前几天不是有很多朋友在担心什么这一个区间是一个头肩顶的结构，我的视频也是给大家否定了，这不是一个头肩顶。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就是一个 W 底啊。如果把这一个 32K 的颈线突破，你也可以去计算一个空间，从这个 32K 颈线的位置，因为我的观点这个 32K 肯定是要过的，等下来跟大家讲，因为它已经是回到这个箱体，所以上面全部都是比特币洗盘的区间，它不是主力派发的区间，这个 32K 肯定要过。那你可以去加一下 32K 到这一次的 25K， 空间差不多是7000美金，所以你从 32K 再加7000美金，有可能在 39K 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中线的一个压力位。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还有没有更高点哦。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比特币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从 65K 到 48K 或者是这个位置高点，连到前面 32K 这个位置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倾斜的压力线，或者是也是有看到，比如说卡尔他们国外的一些知名的大 V 也是有在分享，比特币有一个非常大的更大级别的头肩底的形态。那如果这一条颈线现在已经是确认突破，或者是我们等周一去确认它这一条趋势线是不是有效突破，收盘价只要收在这个上方，或者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更大级别的头肩底的形态，那我的观点，比特币 69K 高点肯定要创高。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短线啊，昨天是在这个位置有跟大家判断，它已经是回到这个压力区了，所以我个人也是在判断这个箱体就类似下方的几个箱体，这个箱体跌破一天回进去，它肯定要过这个箱体的高点，然后这个箱体跌破，它重新回到这个箱体，肯定要过这个箱体的高点。那现在这个箱体跌破，下面很明显的就是主力挖坑，能回到这个箱体，我的观点这个高点肯定要过。那既然这个箱体高点都要过，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也是一个箱体，它价格都已经回到这个箱体，包括这个箱体，所以我的观点这个高点肯定是要过。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